据说越聪明的人反而越喜欢待在家里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你是不是也常常听周围的人劝你，别老是宅在家，多出去走走，交交朋友？听多了这些话，你可能开始怀疑，难道喜欢独处真的是缺点吗？难道我哪里不正常吗？现在就让我们从科学与现实的角度出发，深入探索这个有趣的现象，看看越聪明越喜欢待在家，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秘密。人类普遍被称为社会性动物，我们直觉上认为与他人相处能带来快乐和满足。大多数人闲暇时都喜欢和朋友聚聚，聊聊天，一起出门吃喝玩乐。对一般人而言，友情和社交确实是快乐的重要来源。这种观念背后其实有其道理。远古时代，我们的祖先多半生活在小规模部落中，一个群体可能只有150人左右。在那种环境下，紧密的伙伴关系对生存非常重要。要打猎，要防御猛兽，要养育孩子，都需要团队合作和彼此照应。如果一个人被族群抛弃，独自留在荒野，他很难活下来。所以我们的大脑演化出一种本能，也就是说，在人群中有好友陪伴时，我们感到安心；与亲近的人相处时，我们会感到快乐。这种社交带来幸福的倾向，深深刻在我们的基因与神经回路中，一直延续到今天。然而，科学研究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例外。最近发表在英国心理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指出，对于智商特别高的人来说，情况正好相反。在这项研究中，心理学家调查了15000名18岁到28岁的年轻人，结果显示，一般而言，居住在人口稀少、环境比较宁静的地区，人们对生活的整体满意度较高。相反，在人口密集的都市，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往往较低。另外，研究也发现，一个人和亲密好友相处的越频繁，他自觉的幸福感通常越强。但是对于那群非常聪明的人，上述规则似乎失灵了。调查数据呈现出几乎相反的趋势，也就是说，当智力特别高的人与朋友相处得越频繁时，他们反而觉得生活没那么幸福，满意度下降。这听起来是不是很不可思议？为什么对大多数人有益的友情和社交，到了高智商人群身上效果竟然相反呢？研究背后的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解释。他们认为，原因要从我们祖先的生活方式和现代环境的差异来找答案。首先，聪明的人更能适应现代生活的节奏和环境。远古的丛林和今天的社会已截然不同，我们不再需要随时依靠身边的亲友才能获取食物或安全。高智商的人往往拥有较强的独立生存能力和资源获取技巧，在现代都市丛林中可说是如鱼得水。即使身处人潮汹涌的城市，他们也较少感到不安或压力。他们不像祖先那样迫切需要透过亲密关系来求得庇护，因为他们有信心靠自己的智慧解决许多问题。换言之，在今日高度文明的社会里，聪明人能够自行满足许多需求，不需要事事都仰赖群体力量，自然对密集社交的依赖程度就降低了。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则涉及这些聪明人的人生目标和时间分配。心理学家指出，高智商的人往往志向远大，目标明确，他们的大脑里随时装着各种创意和计划，认为时间是极宝贵的资源。与其把时间花在热闹的聚会和闲聊上，他们更愿意投入到学习、创造或追求梦想之中。对这些人来说，工作或理想更重要，娱乐应酬反而显得次要。想象一个最新研究的科学家正在埋头实验，朋友突然邀他出门玩乐，对一般人而言，这可能是放松的好机会，但对那位科学家来说，这却打断了他的灵感和思路，令他无法专心钻研重要课题。长此以往，他自然觉得频繁社交有点浪费时间，甚至降低生活满意度，因为他的价值感来自于发现新知和实现创想，而不是从日常社交中获得的热闹感。事实上，一些研究者的观点也印证了这一看法。他们指出，较聪明的人往往不会花太多时间在社交上，因为他们把重心放在更长远的目标和自我实现。换句话说，聪明人的优先事项清单中，知识、
创造和事业通常排在前面，日常寒暄聚会则被放在较后的位置。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很多聪明人宁愿把时间留给学习和成长，而不是整天泡在社交圈里。如果我们把人生比作一场游戏，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些能力点数，可以分配在不同的属性上，那么有的人可能把更多点数投入了智力和创造力，相对地在社交活力上投入的点数就少一些。这类角色在游戏中一开始或许不擅长组队，不容易融入热闹的社交场合，但他们拥有高超的智慧值，可以靠单打独斗完成很多任务。随着等级提升，他们凭借积累的知识和能力，往往能解锁常人难以完成的高难度挑战。反观那些把大部分点数投在社交上的玩家，一开始很受欢迎，身边总是围绕许多队友，但可能在解谜或者独立作战时显得能力不足。这当然只是个比喻，但从这个角度看，我们就能理解，专注提升智力的人，或许在社交方面相对低调，可他们正在默默为未来的成功储备力量。我们不妨回头再看看研究结果与我们的日常经验。研究人员发现，一般人如果长期住在非常拥挤热闹的大城市，幸福感往往会下降。这印证了我们祖先适应小型群体的理论。在人山人海的环境中，陌生人虽多，但彼此缺乏联系，真正亲近信任的人很少。人类天生会感到不安与压力，因此许多人向往乡村或小镇的悠闲，在那种熟人社区里反而觉得开心。然而高智商的人却能相对轻松地应对都市生活的复杂与喧嚣，他们擅长过滤掉周围那些与己无关的嘈杂刺激，专注在自己感兴趣的事物上。车水马龙的街头，人声鼎沸的商场，对他们而言不仅不可怕，甚至提供了一种匿名的自由感。周围人再多也不会干扰他们脑中的思绪，他们可以在人群中依然保持自己的节奏。他们甚至乐于利用城市提供的各种资源，例如博物馆、书店、图书馆和网络资讯，但又不一定需要有人作伴随行。一个人消化知识，一个人体验生活，他们内心世界十分丰富，因此往往不容易感到无聊。事实上，在2020年全球经历大规模居家隔离期间，我们见证了一次有趣的宅生活实验。许多平日活跃外向的人被关在家中一段时间后，感到非常无聊和焦躁，巴不得早点恢复热闹的社交活动。不过，也有不少原本就习惯宅在家的人坦言，那段日子过得反而挺自在，他们终于可以心安理得地待在家里做自己喜欢的事，不受外界干扰。有些人甚至利用这段时间钻研新技能，阅读书籍或进行创作，展现出极高的自律与效率。这场特殊经历从侧面证明，喜欢独处的人并非有什么问题，他们只是擅长用自己的方式过生活，在宁静中如鱼得水，而这份从容正是他们的优势所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神经科学家也提出过一种假设，或许高智商人群在大脑中对社交刺激的反应较低，而对解决问题、获取知识等行为的反应较高。也就是说，当一般人参加聚会与朋友聊天时，大脑会释放多巴胺，让人感到快乐。然而，对于特别聪明的人而言，同样的，社交活动带来的内心快感可能较弱，反而是在攻克一道难题或学到新知识，他们的大脉会分泌更多让人愉悦的化学物质，令他们觉得更满足。大脑奖励回路的这种差异，或许正说明了为什么别人觉得热闹有趣的事情，在聪明人看来未必如此迷人。那么，难道聪明人都是天生的独行侠，一辈子离群索居吗？其实也不尽然，喜欢待在家更可能只是一种倾向，而非绝对的规则。并不是说只有聪明人才喜欢独处，也不是说聪明人就无法享受社交。很多高智商者在适当的时候也会走出家门，参加他们感兴趣的活动，或者与志同道合的好友分享思想。他们只是相比一般人更不依赖频繁的社交来获得快乐。此外，现代科技让宅生活变得没那么封闭，在家上网就能和世界连结。许多聪明人善于利用线上资源来丰富自己，他们可能在网络社群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，
分享知识和想法，透过虚拟交流一样，能参与讨论和活动。简而言之，即使足不出户，聪明人也能在信息时代里获得精神上的社交满足和学习乐趣，同时保持自己的生活节奏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要区分孤独和孤单这两个概念。孤独指的是一个人独处时的客观状态，仅仅表示此刻身边没有他人陪伴。相对而言，孤单是一种主观感受，意指一个人渴望交流，却感到缺乏支持与陪伴。如果一个人长期真正与世隔绝，感到被孤立，那对身心健康确实可能有负面影响。研究显示，长期极度的孤单会引发大脑的压力反应，甚至削弱免疫系统功能。我们并非鼓励完全封闭社交，而是提倡根据自己的性格找到平衡的生活方式。聪明人往往不害怕孤独，因为他们能自得其乐，从独处中汲取力量。但是聪明人也可能会感到孤单，如果他们在某些时刻找不到理解自己的人。因此，即使天资聪颖，乐于独处，生命中仍然需要几个可以共鸣的朋友或亲人作为精神支柱。这些深厚的人际连结能在聪明人遇到挫折时给予支持，也是分享喜悦与成果的渠道。聪明人的社交模式也与众不同，他们倾向于和少数真正聊得来的知己深交，谈话内容更偏好有深度的思想性或专业性话题，而非泛泛的寒暄。比起在派对上闲聊八卦或讨论天气，他们更乐意与好友探讨书本里的新知、世界的趋势或人生的意义。因此，尽管聪明人和朋友的联系频率不一定很高，但每一次交谈往往颇有深度，双方都能从中收获良多。相较之下，一般人的社交很多时候只是为了热闹和放松，聪明人则对友情格外审慎，他们重视的是可以交心的知己，而非酒肉之交的泛泛之交。这样的差异使得聪明人有时觉得难以融入大多数社交场合，他们宁可和真正了解自己的人私下深谈，也不太愿意参与大团体的热闹聚会。真正有想法、有创造力的人，往往不怕跟自己独处，甚至享受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的时光。心理学上，这种爱好独处的倾向常与内向型人格特质有关。研究发现，内向者相较于外向者更偏好低刺激的环境，对外界的声音、光线和人群较为敏感，太过热闹会让他们感到紧张疲惫。相反，外向者则需要大量的社交互动和新奇刺激才能觉得充实。正因为如此，内向的人更容易从独处中获得能量，安静的环境反而能让他们充电恢复活力。许多高智商者正属于这类人，他们的大脑习惯深度思考，自我娱乐的能力很强，一个人时反而状态最佳，不会觉得无聊。有趣的是，许多资优儿童从小就表现出这种特质，例如他们也许更喜欢自己读书，钻研小实验，而不是和同龄小朋友追逐打闹。他们常常把时间投入探索新知识上，独处对他们来说并不无聊。随着这些孩子长大，他们的智力优势越发明显，也更加适应了独处的生活方式。等到他们成年后，往往也延续了年少时的习惯。相比参加热闹的聚会应酬，他们更愿意把时间用在提升自己、追求梦想上。历史上也有许多天才人物印证了聪明人喜欢独处这个道理。我们耳熟能详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就非常珍视安静思考的时间。据说爱因斯坦常在独自散步或静坐沉思时冒出奇妙的想法。他本人也曾表示，单调而宁静的独处生活能激发人的创造性思维。在他晚年居住在美国普林斯顿期间，时常有人看见他独自一人在屋内拉小提琴，凝神思索的模样。试想，如果当年爱因斯坦没有那么多独处的时间反思，而是每天忙于出席各种社交活动，或许他就无法在脑海中跑出那些划时代的物理直觉。像相对论这样大胆而深刻的理论，很可能就难以诞生了。再看看经典力学的创始人牛顿。17世纪中叶，伦敦爆发大瘟疫，年轻的牛顿被迫离开剑桥大学，回到乡下老家暂避。那段期间，他几乎与世隔绝，每天待在家里独自钻研数学和物理问题。就在那孤独而安静的乡野岁月里，
牛顿完成了几项日后震惊世人的伟大发现。他发明了微积分的原型，验证了阳光的光谱分解，并且确立了万有引力定律的基本构想。可以说，如果没有那一段被宅在家专心研究的岁月，人类科技史也许会被改写，好些重大突破可能不会那么早出现。牛顿日后回忆那段时间时，甚至称之为他学术生涯中最有成果的奇迹年，而那奇迹正是在他独处时悄然孕育的。时至21世纪，仍然有这样的孤高天才让世人惊叹。2006年前后，一位隐居在圣彼得堡小公寓里的俄罗斯数学家闭门苦思多年，成功解决了著名的庞加莱猜想难题。当全世界都希望这位天才走到台前接受掌声时，他却选择拒绝数百万美元的高额奖金，也不愿出席任何盛大的颁奖典礼，只安静地继续自己简单的独居生活。这件事震撼了科学界，也印证了俗语所说，真正厉害的人往往是寂寞的。他追求的并非名利，而是那种独自沉浸在真理中探索的乐趣。这样的故事让我们看到，极高的智慧有时伴随着极简单的生活。孤独不但没有阻碍他的成功，反而成就了他的传奇。除了科学家、艺术家和作家们也常常从独处中获益。伟大的作曲家贝多芬喜欢独自一人在维也纳郊外漫步，从大自然和宁静中汲取灵感。他的一本本乐谱笔记里写满了在这些孤独散步时涌现的旋律和乐句。可以想象，如果贝多芬当年忙于各种社交应酬，而没有每天留出长长的独处散步时间，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那些乐章或许就不会存在。文学家也不例外。法国哲学家帕斯卡曾感叹，人类所有的麻烦都源于人无法安静的独处。虽然这话有些夸张，但许多文学巨匠的确是隐居般的创作者，像英国小说家托尔金、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这样的文学家，常常每日清晨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，一连好几个小时沉浸在创作中，在孤独中编织出奇幻瑰丽的世界。其实，不仅西方的伟人青睐独处，东方文化中也早有推崇宁静独居以启迪智慧的传统。中国晋朝的诗人陶渊明厌倦官场的喧嚣，选择隐居田园，留下了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的千古名句，表达出远离尘嚣，独自悠游山水的怡然自得。历史上许多中国文人雅士都向往独处的生活，认为唯有在宁静中才能体悟人生真谛。像庄子、李白这样的大思想家，也是在幽独的旅途中迸发出惊人的灵感火花。此外，在宗教领域，佛教高僧和道教修士常常闭关进修多年，远离人群，以寻求内心的觉悟和智慧。可见，无论中外，独处一隅，沉淀心灵，都是许多智者获取灵感和智慧的不二法门。现代的创新领袖也深谙独处的价值。举个例子，全球知名的科技企业创办人就曾定期抽出几天时间，独自待在林中小屋里阅读和思考。他称这段不被打扰的独处时光为思考周。据说许多重大决策和新点子都是在那与世隔绝的几天里酝酿出来的。由此可见，无论是科学发现、艺术创作还是商业创新，独处所提供的专注与沉淀，往往是孕育天才成果的温床。除了提升创造力，独处安静对大脑还有意想不到的好处。神经科学研究指出，当我们独自一人，周围环境安静时，大脑会进入一种特殊状态。大脑中有一个被称为预设模式网络 Default Mode Network 系统，会在我们放空和独处时特别活跃。简单来说，当外界没有强烈刺激时，这个预设模式网络就启动了自由漫游模式，开始在脑海中漫游扫描过去的记忆和各种知识碎片，把看似无关的点滴串联起来。许多突如其来的灵感、创新的想法，常常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冒出来的。相反，如果我们的大脑一直被外界刺激占据，不停地回应手机讯息，与他人对话，处理眼前的琐事，那么大脑就很难有闲暇去做更深层的整合与创造。心理学家甚至打了个比方，如果大脑总是被外界干扰，
它就只能沿着既有的路线行走，思维也局限在熟悉的轨道上，产生重复而乏味的想法。相反，当大脑能适时安静下来，没有干扰时，才有可能另辟蹊径，在脑海中开出新奇的花朵。有趣的是，独处安静不仅能激发创造力，还可能实质提升我们大脑的健康。科学家发现，每天给自己一段宁静的时间，能帮助海马体掌管记忆与学习的大脑区域产生新的神经元。换句话说，独处就像让大脑进行一次休养生息的保养，能强化记忆力和认知功能。难怪许多人表示，经过一段时间单独阅读、冥想或散步之后，思路会变得更加清晰，解决问题的效率也提高了。这并非错觉，而是因为大脑在安静中得到了恢复和强化。谈了这么多，你应该可以放心不少了吧？如果你天生喜爱宅在家中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别再急着责怪自己不合群。相反，你很可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充实头脑，蓄积能量。当别人把宅当成贬义词调侃你的时候，你不妨微微一笑，因为或许正是你足够聪明，才懂得如何与自己的内心和平共处。在安静的房间里，你也许正酝酿着一个绝妙的主意，或是吸收知识，为未来做准备。那些嘲笑你整天待在家的人，也许哪天会对你的才华刮目相看，因为他们不知道，当他们在外热闹玩乐的时候，你已经利用独处悄悄武装了自己的脑袋。总而言之，越聪明的人越喜欢待在家里。听起来像一句玩笑话，但我们已经看到了其中蕴含的科学依据和深意。高智商者倾向于喜爱独处，这背后有进化心理学的原因，有个人志趣与目标的考量，也有大脑运作机制的奥秘。同时，这种倾向并不意味着完全拒绝社会交往，而是以更加独立、自我丰盈的方式在生活。当然，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，我们无需刻意去模仿别人的社交频率，重点是要了解自己真正需要什么。如果你发现独处能让你感到快乐且不断进步，那就勇敢地做一个享受宅生活的聪明人吧。也许在不久的将来，你在独处中取得的收获，会让那些曾经不理解你的人对你刮目相看。祝福每一位聪明又懂得享受独处的你，都能在属于自己的天地里绽放出智慧的光芒。